点上我念赢了，同学们了，你们应该奖赏了获得。世界上的事儿，我后来想，世界上的事儿有一些是必定要发生，有些是必定不会发生的，有些是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视具体情况而定。历史，什么叫历史？历史就是这么一幅用必然、必不然和或然三支不同的颜色的画笔画成的一幅图画。我接着下面要讲的5月13号统战部的斡旋会，或者叫座谈会还有其他的类似的努力，我想大概就具有这种性质。他们本来有可能很大程度上改变某一时期的社会历史进程，但事实上却没能做到。现在回顾6·4前后这一段历史，我仍然坚信，酿成大规模暴力流血冲突的党内强硬派的意见，并不是必然要占上风。且不说邓小平的立场，邓和赵紫阳的关系等等，有没有可能是另一种样子？广场上的绝食学生，如果多少能有点政治头脑，多少懂一点策略，及时的撤出广场，结局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样子，可能大为不同。当时整个中国的政治进程，竟然就会被这么一群少不更事的半大孩子所彻底左右，真让我不可思议。好了，我说到5月3号这一天，我先是去印刷厂校对我们四通的5周年纪念画册的英文稿本。回到公司以后，部下告诉我说，陶思亮，当时他是统战部6局的局长，来电话让我去统战部开会。什么会？他没说。去了之后我才知道，这会的本意是想听取我们这些党外知识分子对时局的看法，就是我们这些第6局的统战对象了。当时在座的8、9个人当中，我只认识北京社科院的郑也夫和李肃。那天统战部里头同时在开2个会，另一个会是胡启立和戴晴一批新闻界的老人在对话。5·4大游行以后，我本来已经决定不再介入，我自以为搞政治太不够格，我对政治实践和政治学理论几乎是一无所知，我不认为自己的直觉判断在中国那个扑朔迷离的政治混沌当中能起什么好作用。另外，我也觉得我自己做的差不多了，可以心安理得的做壁上观了。后来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的被卷进去，一多半是身不由己。事实上，我真正和闹事的学生们搞在一起，是从5月13号这个斡旋会才正式开始的。陶思亮看上去是坐立不安，后来我们提议由统战部出面，召集各方面的学生代表来对话，劝他们停止绝食。陶思亮听了我们的建议，立刻就请示袁明甫，也许他就等我们的这个建议。不久，袁明甫从胡启立的那个会上过来，一边和我们商量具体做法，一边就让手下人打电话请示中央，也就是赵紫阳吧。上边很快答复说可以，正式授权统战部主持这件事。袁明甫说，中央领导对目前的时局很担心。戈尔巴乔夫访华是世界瞩目的历史性事件，国际上非常关注。学生在这种时候占据广场，必然干扰这次重大的国事活动，产生很坏的国际影响。他说，青年学生的主观愿望是好的，游行示威本来也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儿。香港的徐思民曾经去医院看我，我说我个人的意见，目前中国正经历
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的阵痛期，游行示威应当成为正常现象。我对前途有信心，当然了，解决问题需要时间，要纳入法治轨道。示威是在没有其他渠道下的选择，见怪不怪，习以为常就好了。对此一定要大度，应当接请愿书。比如说，要越过一座山，过去的习惯做法是放炮炸开，但我们也可以用机器挖隧道嘛。你们说中央分成保守派和改革派，这我不同意。在支持改革上，中央领导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是对于许多具体问题、具体做法，不在第一线的同志有很多看法。时至今日，北京市仍然坚持原来的态度，我看北京市是一定要动手的。学生们闹下去，可能引起北京市动手。把话讲穿了，要给那些你们认为是改革派的人以喘息的时机，否则我们都完蛋，都下台。请在座的各位做做工作，劝劝学生们识大体、顾大局，先撤出广场，有什么要求以后都好商量，通过协商和对话来解决。重大决策总要有个过程，不可能3天2天马上就做出决定。事情的发展往往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学生们一味闹下去，将来难免要后悔的。他后来还跟我们说，如果学生们就这么闹下去，将来发生的后果，恐怕是我们在座所有的人谁都不愿意看到。对严明富这段话，我有3点评论。首先，第一呢，他说所有的中央领导都是支持改革的，没有什么保守派，这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当然了，官方的说法一直是公开的说法是这么说的，其实正好相反。过了很多年以后，我才发现，不但中央领导不是说都支持改革，恰好相反，是改革派是少数。少数派不但是少数派，而且是势孤力单。反改革的极左派、保守派才是根深叶茂。保守派是谁？为首的就是以陈云什么这个彭真，就是总之当时叫8老嘛，8个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核心，前台就是李鹏。他们实际上从来就没有同意过，从来没有支持过改革开放。这2派人按照这个后来的这个资深的新闻记者杨继绳的说法，就整个改革年代，他把这叫做双峰政治就是一边是邓小平，一边是陈云，这两个山头在那儿有时候合作，有时候对立，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对立的。什么时候合作呢？就是在结束文革这个打倒4人帮，在这一点上是高度一致。一开始改革开放，这2派人就分道扬镳。陈云那帮人实际上一直就认为改革开放就是资本主义复辟，邓小平就是走资派，赵紫阳就是走资派，这才是事实真相。而且恰恰是反改革的保守派，他们才是有纲领、有预谋，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先是把胡耀邦搞下台，接下来又借这个6·4的学潮，把赵紫阳搞下台。其实他们还想把邓小平也搞下台，彻底的结束改革开放。只不过是由于邓小平手里掌握着军权，当时替他掌握军权的2杨，就是杨尚昆和杨白冰兄弟，公开的说，中国人民解放军要为改革开放
保驾护航。这话什么意思啊？就是军队拿枪指着那些极左保守派，你们要不跟着走，就拿这个对付你们，就这么简单。就这样，邓小平才通过这个所谓的叫南巡讲话，才扳回一局。扳回一局也只是就是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从此就再也没有人敢提了。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13大前后，中共13大前后，那些政治体制改革的各种各样的文件，所做的各种准备，完全不是像现在的西方的主流舆论所说的那样，中共的改革开放就是一个大骗局，一个大谎言，把西方人骗得稀里糊涂，然后借这个机会自己壮大起来，然后再跟西方干，不是这回事。改革派和反改革派是非常不一样的，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当时的具体情况就像严明富所说的那样，就完全印证了我从4月份就开始就有的这种不祥的预感。就是说，学生要是一味的就这么去闹下去，最后的结果是我们所有的人谁都不愿意看到。所谓我们所有的人，是指我们这些支持改革开放的可以叫自由派吧，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但是恰恰是保守派所愿意看到的。这是我要说的第二点。第三点，严明富他说了，他说应该把这个示威游行看成一件寻常事，正常的一件事，应该允许游行。而且他还说了，要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去解决问题。这当然就是赵紫阳的观点了，这说的非常对。从原则上来说，从原理上来说，完全对。或者就是用我们古人的话说，从道的层面来说，完全正确。问题是你除了道还要有术啊。你宪法是规定了，我们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白纸黑字写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有游行示威、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问题就是每个人在行使自己的自由权利的时候，他是有可能会损害到别人的权利。也就是说，所谓自由、所谓自由权利、所谓的人权，是要区分成两种，一种是不涉他的，比方说你在家里头，你愿意看电视，愿意睡觉，愿意唱歌，甚至愿意抽烟，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可以有充分的自由。但是涉他的自由权利，因为牵涉到别人了，影响到别人了，就不可能有绝对的自由。它是一定要有边界的，这个边界就是以不损害别人，尤其是不损害社会利益的前提为边界，你不能越出这个边界去行使你自己的权利。那么集会示威游行因为你这是一个大规模的群体性的一次行动，对社会对他人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那毫无疑问，它就需要第一是道德，第二是法律去规范。所以除了宪法保证的每个人的这个集会示威游行的权利之外，还要有下位法，就是宪法之下的法律来规范每个人在行使自己自由权利的时候，不逾越出我刚才所说的这个边界。所有的民主国家实际上是法治国家、自由宪政的国家，
非常清楚。第一，他这个宪法上当然是要保障这些公民的这些所谓的天赋权利，不可剥夺的权利，但是都有具体的法律来规范每个人在行使自由权利的时候你的行为。比方说，第一，你游行的诉求是什么？在大多数的西方国家，你不能是说我要支持纳粹。美国甚至连你公开游行去支持纳粹都是允许的，但是你要到政府来登记，有的是要登记，有的是需要批准的。第二，谁是组织者？组织者你是要为这个游行最后的结果要承担责任的。第三，你人数有多少？那根据你人数多少，政府是要布置不同的警力的。第四，你走什么路线？你不能乱走，你不能想走哪儿就走哪儿。政府要给你划定一条尽可能不对他人造成不良影响的游行路线。更重要的是第五，你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你不能没完没了啊。有了这样的具体的法律之后，才会像严明富所说的，游行示威是既正当又正常的一件寻常的小事儿，不会引起什么不良的后果。只要你游行的时候你是守法的，警察就是来保护你的。相反，如果你有违法行为，警察立刻就会制止你。当然，警察他使用的这种强制力，也必须要有法律来规范。根据不同的情况，警察只允许使用适度的强制力，不能越出这个界限。有这些东西，有这些法律的话，集会示威游行根本就不成任何问题。我们几乎可以在新闻上看见，几乎是每一天西方国家都有人游行示威，哪可能像中国这样？最后要闹到派20万野战部队进到首都来，坦克、机枪来杀人才能解决问题。1989年的时候，中共已经执政了40年了，居然还不懂得现代国家应该怎么治理，满脑子还是阶级斗争的那一套。居然到现在还在高举马克思主义的大旗，你难道就不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叫人民民主专政，是和法治和宪政水火不容，完全对立的？这些基本知识都没有吗？你难道根本就没读过马克思的书吗？共产党宣言里头讲得非常清楚，白纸黑字写的，共产党人的全部主张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你坚持马克思主义，你是在想要消灭所有的民营企业吗？民营企业不就是私有制吗？你是想要剥夺所有人的私有财产吗？一个执政党执政了几十年了，现在70多年了，89年的时候是40多年，现在已经70多年了，还是这么一套治国的理念，怎么可能不出乱子呢？更可悲的是，我刚才讲的这一番道理其实是很普通的常识，现代国家治理的最基本的常识，不但政府不懂，执政党不懂，各界精英也不懂，老百姓更不懂。到现在为止，我就没看见有第二个人讲我刚才讲的这番道理，这真叫做匪夷所思啊！好吧，我接着说吧，接着说那天的事儿，5月13号的事儿。坦率地说，像严明富这么优秀的中共领导人，在中共上层当中
是非常稀罕，如凤毛麟角。总而言之，我要说，这是一位难得的现代型的政治家。那当然是比较而言了。他具有一种个人魅力，能让人们心甘情愿地去为他做他所要求做的事情。真可惜，中共上层根本就容不得这类杰出人物的存在，必欲去之而后快。这就叫逆淘汰嘛，太良留略。事实上，像严明富这样的人不必太多。共产党领导人当中，哪怕只有1/10%甚至1/20是这种人，恐怕就没有几个人会去闹事儿了，至少也不会闹出大乱子。我甚至说，谁要是真的想推翻共产党，我奉劝他们一定首先要把严明富这一类人搞掉，千万别客气。严明富说了上面这番话之后，他要求当天就和学生代表座谈，他说越快越好。后来才知道为什么他这么说，那确实是当时情况相当的紧迫。我觉得这根本就不可能。第一，学生的情况谁都不清楚，他们散在全市各处，而且是行踪无定，谁是代表，他们能不能代表，到哪儿去找他们，全都不知道。陶思亮就问说：“你们哪位能和学生？你们谁和学生有联系？哪位能帮我们办这件事儿？”结果呢，没有人应声，大家都面有难色。于是我就说了，我说让我试试看吧，大不了不过是今天开不成会，总比不是好。稍微考虑之后，我建议由我和李素、郑也夫，我们3个人兵分3路。郑也夫去政法大学，李素去北师大，我去北大、清华、人大。李素再三说他谁也不认识，怎么去找，让我替他出主意。我就建议他去找刘晓波，然后通过刘晓波去找沃尔开西。然后我又帮他打通了给刘晓波的电话，凑巧他正在家里呢，然后告诉我说他就在家里等。我告诉李素地址之后，就让他直接去刘晓波家。李素坚持让我带他去，然后我再去北大，让我当时真是好不耐烦呢。李素现在很活跃，是一个著名的，跟那个李毅一起是一个著名的武统派，他怎么会堕落成这样了？我实在是搞不懂。然后就是严明富陪我们一起吃午饭，非常简朴，几乎是到了寒酸的地步，比我们四通公司的工作午餐还要差。除了和我们闲聊之外，他又一次强调说，你们说中央里边有改革派和保守派，这我不同意。中央的意见是一致的，都是赞成改革的。我当时就心想，你老人家就别来外交辞令了，谢谢了。他说学生们不了解情况，反对小平同志，这是不对的。小平同志实际上你们所说的改革派的一堵挡风墙，没有他挡着，许多事情都不好办。挡什么风啊？不就是挡保守派那一股子反改革的冷风吗？吃完午饭，统战部就拨了3辆小车给我们3个人，然后郑也夫就去了政法大学。因为我知道他和这个王军涛关系特别好，政法大学呢是项小吉他们那个所谓对话团，主要就是在政法大学，所以我就让郑也夫去政法大学去找项小吉。然后我和李素先去了北师大，到了北师大，然后就见到了刘晓波。
我们3个人了，就一起去318烈士墓找乌尔开西。听说他们是在那儿集合，我们想然后拉他就去天安门广场。当时的校园里热闹非凡，到处都是一群一群头扎白布条的学生，布条上用墨笔写着绝食、民主、自由之类。我们在那儿等了好久也没见到乌尔开西，陪同我们的是一位叫做梁晴敦的厚道小伙子，他把名字写给我们看，说这名字不好记，索性就叫他梁二好了。后来这小伙子成了通缉令上那21个高自怜罪犯当中的一个。我实在等得不耐烦了，就撇下了小波，约好5点钟我再回他家，就带着李素和梁二去了北大。梁二说高自怜就是他们的叫高校自治联合会，说高自怜正在38楼开联席会议，说必须赶快去，要是散了会就没法再抓住他们了。从梁二那儿我们才知道，当时造反的学生主要分成了3大股、3大山头吧，就是高自怜、对话团和爵士团。结果我们到底还是晚了一步，高自怜的会已经散了。幸好梁二撞上了北大自治学生会的一位负责人，叫邵江，是当时高自怜的常委。我说明了来意，请他去统战部去和严明富座谈。邵江却大不以为然，他说了一番话，几乎是快要把我气死了。他说我们不关心，当然更不想介入上层的权力斗争，什么改革派、保守派和我们无关。76年我们已经上过一次当了，这回不想再上当了。我们的目标是建立民主制度，不是想帮哪一个人的忙。再说政府根本就没有对话的诚意，我们已经不抱任何希望。看来我4月底的那次告诫是毫无作用。我曾经通过多种渠道一再的告诫学生，一定要把改革派和保守派区分开，一定要把邓小平拉过来，否则学运必败。我当时也来不及对和邵江多说了，就只好这么说你不能做这种简单的类比。当然了，把一个人拥上台给他绝对权力，这种事儿以后不能再做了。但是时代毕竟不同了，我们为什么不能帮改革派一把，然后监督和控制他们？关键在于谁控制谁，谁是谁的工具。他是人民的工具，还是人民是他的工具？说政府没有对话的诚意，这个政府指谁？你总应该知道，政府不是一个人，不可能永远意见一致。如果没有对话的诚意，上边让我们来干什么呢？如此这般，又哄又劝，李素在旁边也鼓如簧之舌，百般劝诱，最后总算把他给说服了。然后他同意带我们去清华，我就带着梁二和邵江去了清华，费了好一番周折，找来一位学生头头周峰所，现在也非常有名。人大已经来不及去了，然后我们就赶快驱车回北师大小波家里。这时候乌尔开西已经坐在那儿了，这是我第一次见他。他介绍了一下情况，说爵士团和高自怜的负责人差不多都在广场，说他包着一辆出租车，然后小波又叫了一辆，我们一行人就赶紧往天安门广场赶去了。车开到广场西侧停好了之后，我让他们赶紧进去找人，然后我赶到统战部去通报情况。这时候郑也夫通过王军涛、陈小平，现在就是陈小平，现在就是 VOA 的那个做节目的那位主持人，通过他们找来的对话团的代表已经到了，为首的是向小吉。
随后我回到广场，把王丹、王超华、程真、吴尔开齐等等大约10多个人带到统战部。这时候已经将近7点半了。